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在之前的影片呢，我们有帮大家介绍，就是来自于 Sony 它设计非常独特的 LinkBuds 耳机哦 ，WF-L900。那今天呢，我们同样介绍同样是属于这个 LinkBuds 系列的这个耳塞式降噪真无线耳机哦，就是目前我手所指的这一台。那它的英文代号是 LinkBuds S， 那这个产品的名称呢是 LS900N。然后呢，之前其实我在讲这个WF-L900的时候，就这一支，我讲说那个时候我原本要同系列这两支去做比较，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就是 LS900N 啊，它其实应该比较的对象是他们家的老大哥，就是 WF-1000XM4。所以呢，这一集呢，其实是做一个这个LS900N 的算是开箱以及参数的分享。那还有对比 1000XM4 的一些听感的我就算是简单的分享了佩戴感还有听感的比较。但是因为其实大家知道 1000XM4， 如果说不定这个影片大家看到的时候 1000XM5 的耳塞降噪耳机已经发布了，所以 1000XM4 的这个耳机我们应该不会有一个单独的开箱，但是 1000XM 我们一定会到时候如果新机出来，会马上帮大家做一个评测。那如同往常，就是这一款 LS900N， 我们这集的影片，就它的发布时间其实是去年啊，所以也出了1年多了。那相信一些外观啊、一些佩戴感、操作，很多人都有针对它去开箱了。那这次的影片的话，主要还是在于它的一个听感分享，以及它的 EQ 要怎么去做调整。可能很多人会问说，你之前在讲这个L900的时候啊，你不是就有讲过 EQ 怎么调了吗？那怎么到这个 LS900N 又要再重复讲一次？那我必须要讲的说，其实每一款耳机它用的这种单体或音色都不一样，所以基本上你在调整的时候，逻辑大致上是相同的，但是我觉得操作细节还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一样会讲一下。希望不管是你还没买这款耳机的朋友，还是已经买了这款耳机的就是消费者，你都可以藉由这个影片，你会有假如说音色上的一些收益哦。那首先呢，就是我们来讲一下 LS900N 它的外观。这个是它的一个充电仓，那它整个充电仓的重量跟 L900 一样是35克左右，所以拿起来，它比 L900 来讲，它的重量的感觉分布的更平均，所以你会觉得其实它是更轻的。那一样，它的背面 Type-C 的充电口，然后蓝牙的配对钮。正面的话比较不一样，在于说它只有指示灯，它没有一个这个按钮的拨盖，所以你就直接打开的时候直接把它翻开，就看看耳机在里面，还有亮的指示灯了。那耳机的本体呢，我把它拿出来哦。其实它的这个LS 的系列，我觉得它的主打就是说非常的轻巧，然后轻盈，在佩戴上面整个给你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所以看到它整个耳机的设计，那整个看起来呢，就是体积不大，然后重量呢，它一个是 4.8 克，比起 L900 来讲，它 L900 是4克嘛，那这个 4.8 克它多了 0.8 克的重量。但我觉得其实在佩戴的时候，以耳塞类型来讲，还是算非常舒服的，因为你相比啊，假如说你拿他们家的老大哥 1000XM4 的耳塞，我拿出来给大家做个对比一下，说同样的角度给大家做对比。就我觉得 1000XM4 的耳塞啊，其实相比起来大更多，而且它的整个的重量是更重，就是那整个感觉啊，你会觉得说，如果是以长时间佩戴来讲，我觉得 LS900N 它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哦。以我来讲，因为我的耳型，其实我觉得刚好 1000XM4 对我的耳朵来讲是蛮卡，那 LS900N 的话就我觉得刚刚好。所以我觉得其实买耳机这种入耳式的耳机或耳塞式的耳机，或不管是耳罩式的耳机，就只要是扯到耳机啊，我觉得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大家一定要先去现场试戴。为什么？因为这种耳机它的一个舒适度，就是它的耳朵贴合的程度啊，会很大的去影响你的一个整个听音乐的感受，整个使用的感受。而且这个是每个人差异会非常大的。什么意思？就像是有些耳塞式的耳机啊，我本身我在戴的时候，我觉得
非常的好戴。但是如果客人来门市试听的时候，他会讲说，其实他的耳塞的这个 size 对他来讲不太对，或是这耳机的形状对他来讲很容易脱落。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每个人的耳朵形状一定都，我觉得耳朵形状这种东西比较差异真的是蛮大的，要戴的方法习惯不一样，所以才会真的建议大家说入耳式耳机一定要去试听啦。好，那它的一些规格方面呢，之前我们讲到 L900， 既然它只支援最基本的 SBC 还有 AAC 的编码。但是如果是这个LS900N 的话，它就支援 LDAC， 那也支援了这个 LC3 的编码。但其实我的这个蓝牙耳机经历的时期啊，都是在早期非常就是 SBC 解码的这个编码的时候。那跟大家讲一下 SBC 编码是怎么一回事哦，就是以前大家说蓝牙耳机很烂，为什么？因为早期的这个蓝牙通讯啊，其实是没有想说要拿来传送音乐的，所以它的频宽没有留那么大。那所以最早期的那个 SBC 编码，它就常常大家说，怎么音乐蓝牙耳机啊，或者什么蓝牙的音响听起来声音不好？其实它有时候是错在它的传输的那个音乐资料的频宽就不够大，那只能传一些那种 MP3 音质的答案，那就比较惨。那这个东西呢，就是大家一直在这个 SBC 的架构下面，这个编码的架构下面去奋斗了非常久之后，其实在最近几年大家看到说有 LDAC 啊，那有这个 aptX HD。那像现在 LC3 的编码，就大家都在这个整个不管是蓝牙通讯的架构上，或者是压缩编码上去做努力了，所以我觉得整个音色听起来，蓝牙耳机已经加上还有现代那种，你看像我们有台积电有那个10奈米啊，什么几奈米、8奈米啊、12奈米啊，你就看到那个晶片制成的工艺是越来越厉害，然后越来越朝着这种微观的世界迈进的，所以同样体积大小的晶片，10年前跟现在的效能完全不一样，省电的程度也不一样。好，那其实讲完了它的一个编码，然后讲完它的其实外观，我觉得还是要用那种微距镜头拍一下给大家，因为其实你在我现在相机这个视角下，其实我再怎么翻转，你看应该都是就是一个掉出去，你看真的是很轻，就一不小心就会溜出手这样，那真的是要微距镜头才看得清楚。好，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它的 APP 的操作以及它的触控感应的功能哦。我觉得相比像之前 L900 我们讲说它有一个广域感应的触控嘛，就是你可以按，假如说你可以按你的脸颊，那你可以按你耳朵的下方，它可以去做感应你的触控。但是 LS900N 它没有这个功能，因为我觉得LS900N 本身你去点它的这个算是感应的地方的时候，它的感应整个就算蛮灵敏的。那L900 的话，它相对来讲它没有那么灵敏，所以你在设定的时候，像我的话，我个人习惯是左边的左耳是设定那个降噪的开与关，那右耳的话是会设定播放与暂停，这是我一个设定的参数。然后我觉得像它还有一个就是当对话的时候自动去暂停音乐播放的功能哦，这个功能我会开启。那参数的话，我会设定成低灵敏度，因为呢LS900N 它的本身的麦克风啊，我觉得它的感应灵敏度是比 L900 高的。就 L900 的话，你就要设定高灵敏度，但是你 LS900N 这一支，我觉得你要设定成低灵敏度或自动模式了。好，那接着还有一个，它跟 L900 不一样，在于说它有一个 DSEE 的功能。DSEE 的功能是什么呢？就是说，L900 身上的 DSEE 跟 LS900N 的 DSEE 的那个等级是不一样的，就是 LS900N 还有最高级的这个 DSEE 的技术。那 DSEE 呢，简单来讲就是生频把原本的 MP3 的音乐弄成 CD 音质的档案，这是长话短说啦。那简单来讲，就如果你常听像现在的话 Spotify， 那你或是听 YouTube， 那你开启这个功能是在规格上是会有帮助的。但是像我，因为我都使用 Tidal 去做 CD 音质的蓝牙播放，所以这个功能就如果你是使用 Tidal 的朋友，你可以关掉了，或者你用 Apple Music， 其实你也是可以做关掉的。好，但是其实我常驻我都会去把这个功能打开，因为我比较懒，我就想说不管听什么，我都会想要去把这个功能打开。好，那我们刚刚讲说它的这个一些DSE 功能开启，然后它的一些触控感应，然后还有讲到说它的这个谈话暂停音乐的功能的灵敏度。那接着我们来讲一下它的降噪的感受。
当然它的降噪没有像1000XM4那样，就是说你会得到一个真的是非常纯净，我会说就像夜深的时候你就坐在一个室内一样，那么完全的安静。就有些时候你会发现，LS900N它有些噪音它还是被大家消得很干净，但我觉得以日常使用来讲，以一个中价位的耳机是非常够用的。就以我听音乐来讲，然后呢，再讲一下说它的，讲完这个之后再讲它的音色的感受。音色的话，我觉得基本上 LS900N 你可以不用去怎么样的去调它，它预设的音色就算是自然，然后当然低音比较多了点，但是如果经过一个 EQ 调整的话，我觉得会更有韵味啦。所以这次的 EQ 调整比较像是做一个人声上的润饰。好，那在进入 App 操作之前呢，也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续航的感受。当然，官方是说它本身有6小时的续航啦，比起我们之前讲到的这个 L900，它多了1小时的续航。但我实际使用下来讲，因为你开启 DSE， 你开启等化器，你开启这个对话、感应、切断音乐功能，都会增加它的耗电量。所以我实际使用上来讲，我觉得你可能要抓 3.5 小时，就是以充满电来讲。那如果充电的话，你大概充一次电也是要耗充电仓 30% 的一个电量，然后你充电满的话，我觉得要花到40到50分钟。所以基本上你这么想，就是你的充电仓啊，可以供应你耳机3次的这个充电，那每次充电你就是要花50分钟嘛，那听音乐可以听这个3.5个小时。就以我来讲，但如果以你的话，你有些功能没开的话，那时间肯定是更久的。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它充电的时间就是跟听音乐的时间，你可以算就是1:35，就你充电10分钟，也许可以听到35分钟、40分钟这样。你可以这样当做你一个换算的比例。好，那接着就来讲最重要的音色调整了。那这个的话 ，LS900N， 首先我们进入到它的一个等化器的调整的这个页面。那我们会看到有几个参数，分别是400赫兹，然后 1K， 接着是 2.5K、6.3K 以及 16K。那在最底下有一个这个 Clear Bass， 所以其实应该算6段的 EQ 调整啦。那这次耳机的话，我以前都跟大家说，你要先调整，确定好人声嘛。那人声可能是 1K 的这个频段，但如果 LS900N 的话，我建议大家先从400赫兹去做一个人声的基本的定调。就是它会影响到整个人声的厚度，然后远近的话也会有一点影响。那我建议大家400赫兹可以先去做一个感受。那这边400赫兹其实我原本值啊是调比较激进的，我会调到5或者调到6，但是我后来我最终定调的话，就是我会调到4这样子。那接着呢，就是我会调的第二个部分是直接跳到 16K。就这边我在调的时候，我的逻辑是这样子，我就先把400赫兹调完了之后，我就开始做 1K 的频段，就把它调到最满跟调到最负的最低。那接着我会做 2.5K， 然后 6.3K、16K 这样的动作，就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的话我就会顺着，假如说 1K 调完就调可能 2.5K、调 6.3K、调 16K， 按照顺序。但这次的话逻辑比较不太一样。我逻辑是先把人声定调，先调400赫兹，然后再看哪一个频段对人声的影响比较大。假如说我 1K 开到最满，那对人声的感觉是怎么样？ 2.5K 开到最满，那 6.3K 开到最满，然后接着把 16K 开到最满，去看哪一个修饰是我比较喜欢的。那最后我试的结果是 16K 啊，你开到基本上你开到5，那这个值呢会去修饰整个人声的，就我们刚刚讲400赫兹是人声的厚度，然后远近，然后我觉得 16K 开完之后，它的人声的那种情感的方面表达穿透力会再更好一些。那接着呢，第二个要再去调的就重复我们刚刚的动作，就 1K、2.5K、6.3K 玩一下。基本上这只耳机的 1K 啊，我觉得你去加的话，它的那个话筒的音的效果会很强烈。什么是话筒音呢？就是你把手弄成一个口字形，然后去对着麦克风或对着手机讲话，这个就叫有点话筒效应。那LS900N 它的 1K 这个频段呢，你加的话，话筒效应我觉得会变得有点重，我不是很喜欢，所以我就是暂时没有去调它。所以我这边第三个会去调的是一个 2.5K 的参数。
2.5K 的话，纯齿音或者一些更穿透力的音色，所以这边我建议大家，你基本上你可能开3、4、5，开到6都可能有点太过，基本上你可能从3开始调，正3开始调。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听女生人声纯人声的话，你可以调多一点啦，可能调4或5这样。但是我反复听下来，因为我是音色的话，我不只会用人声。当然，一开始我会用人声加吉他或一些简单配器的音乐。假如说我这次用的就是陈华的，我们回不去了嘛，就是用这首歌去试，那就用一些简单的男生的人声配吉他，但同时我还会用一些电音的音乐去做一些整体的总检视。就简单来讲，我希望我调整的音色是在很多音乐都可以泛用的，而不是说，它只偏向于听什么单独类型的音乐。好，那我们 2.5K 调完了之后，基本上你的人声就已经定型了。那接着我会调整 6.3K 跟 1K 的部分。那这边的话，我就会 6.3K， 其实它会是一些背景乐器的比例，因为我已经想要强调，我这个音色就想要强调人声了，所以我就会把 6.3K 部分降低一些，降到-2，去凸显，就是把乐器的比例再降低一点点。假如说鼓的一些伴奏、敲金属的声音，让它稍微少一点，那人声的那种突出感能再更强。然后接着呢 1K 的部分，我刚刚讲说你加的话会有话筒的效应嘛，那你减的话，其实它会让声音，我觉得会有点越来越干净的感觉，但是你减太多，那个人声的厚度又会影响到，所以我试完之后，我觉得这个 1K 的部分是调到-3。好，最后这边可以放一个就是调完的这个，基本上这支的 LS900N 的调音，你就直接想着一个大精神叫做 W 型调音。你也可以看到我调完的这个参数，就把它每个点都连起来之后，就成为一个 W 的形状。那接着呢，我们要来调就是底下的 Clear Bass， 就是低音的部分哦。Clear Bass 的话，基本上我觉得耳塞式耳机 Sony 这支低音对我来讲，正常的0就有点太过了啦，所以我会直接开到-2，这样整体的音色比较平均。但如果你是比较喜欢听电音的朋友，也许你开到正1、正2、正3，我觉得那都还算是，就是算还可以接受啦。但我个人的话，我比较喜欢平衡的音色，所以我会开到-2。那这个是我调完的音色，其实我第一版调的时候，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的 W 的形状啊，就尤其在 16K 或者是在 2.5K 的部分，都是开到就是更大的值，而且我在低音的部分也都是做到正2、正3。因为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是只有用人声、女生的人声去测试，那就乐器的部分没有那么多，也没有一些低音或者是一些节奏的音效。但是当我做完整个调整音乐的检视之后，我就还是决定说要调的让这个 EQ 是比较泛用一点。好，那其实音色的分享这样子就讲完了。我觉得调完的话，应该感受会，基本上它还是在LS900N 原本的风味底下，但是它去加强人声的比例，然后加强人声的算是穿透感、华丽感，然后就是还是走在一个，然后减少一点低音，让它声音稍微平衡一点。简单来讲，就是加了一些调味料，让它听起来更有风味一些。但我觉得 LS900N 它本身的声底是很不错的，就是你甚至你不调，就是稍微无聊一点音色，但是听起来。我觉得没有像那个 L900 WF L900 要那么需要去调。好，那其实这个就是整个它音色的调整的心得啦。总结来讲，我觉得相比1000 XM4 啊，我本人是更偏好这个 LS900N 的，因为它非常的轻，然后戴起来是真的是非常的舒适，然后降噪对我来讲也够用。那当然。最后最重的因素来说，在于价格上，我觉得其实它的音色经过调整后，然后对比它的价格，定价是5000多，但有时候做促销嘛，那价格会有一些波动。你看，假如说你一个降噪耳机，你买个7、8千，有时候你真的是会怕用坏。那但是我觉得这种耳机，你基本上你会带着它到处运动、到处跑。那对了，要讲一下说它有 IPX4 的防水，但是要特别注意一点是说。它 IPX4 防水是耳机本身，但它的电池仓的本体是没有防水的，所以他讲说，如果今天你运动完有淋到雨，或者是你的汗水
要放进这个充电仓的时候，你要把你的耳机擦干净哦，这一定要注意一下。他说，要不然你放进去，你的汗水会去腐蚀它的一些金属的杰作，这样，所以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关于它防水的部分。所以我觉得它的这整个价位来讲啊，更适合你带着它到处拍拍照，然后运动啊，就是你大力的去操作啊，你也不怕说就是它会坏掉，因为价位比较低嘛，然后我觉得佩戴也舒服，所以真的是蛮推荐的一款耳机啦。就是以目前近期来讲这样子，虽然它出了1年了，我觉得还是跟旗舰系列比，我更喜欢它。好，那这次就是这个 LinkBuds S。然后 LS900N 的一个开箱的分享，那接着应该就是1000XM5 的降噪耳塞要准备上市了，那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之后讲完之后，我们应该会，其实我们有很多耳机嘛，像你看到有 L900，然后我们还有1000XM4 降噪耳塞，那接着1000XM5，然后还有耳罩式的耳机，也是1000XM5 的这个耳罩式耳机。然后还有 Sony 的这个银众系列耳罩，然后甚至还有他们家的监听式耳机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在年底之前应该会做一个整个耳机 Sony 系列耳机的一个选购指南啦。那在这之前，也许我们会再做一些 YouTube Shorts 或短片的，假如说这个 LS900N 跟 L900怎么去选，或 LS900N 跟1000XM4 你怎么去选，这样子就是当做一个小的单元主题。让大家在选购产品的时候都能挑到更适合自己的一个耳机或者是音响产品哦。那我是 Alan， 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那大家有任何想看、想听的、想讨论，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底下留言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